你回来才几个月，这个家被你搅得鸡犬不宁。星瑶刚脱离魏刑，你就不能安分一点？我欠他什么了？欠他一个原本属于他的人生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在陆家人眼里，我这个真千金从来不是回家，我是来还债的。陆家这道门，我出了就不会再回来。你的东西，沈之婉，我等你从陆家出来，等了很久了。你认识我？见过。3个月前，明华酒店后台，你帮陆星移改旧场稿的时候，我在隔壁。那个系列叫雾生，署的是陆星瑶的名字，但草图右下角的习惯性留白是你的。从今天开始，陆家欠你的，你一笔一笔拿回来。诗婉，我没有回头。车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很清楚的知道，那个我拼了命都想融进去的家，真的不要我了。可也就是那一刻，我终于不想要他们了。你这些年过得好吗？那时候我才22岁，养父母刚因为一场车祸走了半年，我独自守着他们留下来的小店，白天接单，晚上读书，熬得眼底全是情。可我还是冲他笑了一下，还行。之婉，妈妈求你一件事。星瑶身体不好，她从小就敏感，陆家突然多出一个亲生女儿，她一定承受不了。你能不能先别公开身份？那我怎么住进陆家？就说是妈妈资助的孩子，你放心，等星瑶慢慢接受了，妈妈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好。所有人都知道亲子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但结果根本就没人在乎，除了奶奶。以后有空多来陪陪奶奶。那是我回陆家以后第一次从谁身上感到一点温度，可这点温度很快就成了陆星瑶新的不安来源。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也以为引来奶奶夸了你2句，你就能真把自己当人家人？只要我一句不高兴，所有人都会站在我这边。说完了吗？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平静。说完了就出去，我明天还要早起上班。你还真会装。其实都说错了，我不是会装，我是太想要一个家，所以什么都能忍。我那时候真的以为，只要我够好，够安静，够不争不抢，他们总会有一天看见我。可后来我才知道，人在不爱你的地方，越懂事，越不值钱。陆家做珠宝起家，陆氏珠宝在海城做了20多年，近几年想往年轻线转，陆星瑶就成了他们捧出来的天才设计师。她从小学钢琴，学油画，学时尚管理，履历金光闪闪。而我只是个在街边金饰维修铺里长大的女孩，没人会觉得我和珠宝设计有什么关系。直到陆星瑶第一次翻车，那天她要去参加一场品牌预热酒会，主打新系列雾生，结果国外合作方临时发来邮件，指出她主图里一枚戒指的结构涉嫌撞款，整个设计部乱成一团。陆承洲在办公室里发了火，我本来只是去送文件。你不是学过画画？小时候跟着我爸学过一点。会改图吗？不是不会，是问题太明显。主石托高太死，副石排布没层次，木杆靠堆料，廉价的很。给我2个小时。这份稿子不能署你的名字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星瑶是陆氏推出去的设计师，这个系列一直都是他在做。现在临阵换人，公司对外没法交代。你放心，你做的事，陆家都会记着。我以为至少陆承洲会说一句谢谢，可他没有。他只是从商人的角度迅速决定了谁更有价值。之婉，妈妈知道你委屈，可是星瑶从小就靠这个在圈子里立足，她不能倒。你是姐姐，你先让她这一次好不好？第2天，陆星瑶穿着高定礼服，拿着我熬了1夜改出来的系列设计，在酒会上艳惊四座。媒体采访她，说她才华横溢，说陆家后继有人，
而我站在后台，拿着缝纫针给他临时补裙摆。后来雾生成了陆氏年轻线的爆款，陆星如战成名，全网都在夸她是陆家最耀眼的小公主。没人知道，那张被顶上热搜搜的设计图右下角，原本有一个很小很小的习惯性留白，那是我画图时给自己留的呼吸口，被后期修图的时候一并裁掉了。真正让我下定决意离开陆家的，不是那场圈子，是我被接回陆家的第93天。苏曼给陆星瑶办生日宴，那天海城几乎半个名流圈都来了，我提前1周就在帮忙布场，试甜点、钉花艺，连生日蛋糕上那顶小皇冠都是我画的草图，让工作室赶工做出来。今晚人太多，奶奶那边还没想好怎么说，你先委屈一下，等过了今天，妈妈补你一个生日。可今天也是我的生日，她竟然忘了。姐姐，别让我不放心呢，你能帮我把蛋糕推出来吗？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有点冷。那晚宴会结束后，我在花园里吐得昏天黑地。你今天是不是也生日？对不起，我忘了。没关系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，这句话后来会变成了拉家所有人最怕听见的话，因为真到了我说没关系的那一天，他们才会知道什么叫来不及。之婉，你和新瑶的配型完全吻合。只要你愿意捐，金瑶就有很大概率活下来。如果我不愿意呢？这是救命。所以呢？所以你应该懂事，是吗？我忽然有些想笑。陆家真的很会，他们把一切绑架都包装成道德，把一切索取都说成应该。之婉，妈妈知道不该逼你，可星夜也是妈妈养了22年的女儿啊。她教了我22年妈妈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。你救救她好不好？我不是圣人，我也会恨，也会委屈，也会想问一句，凭什么是我？可最后我还是答应了，不是为了陆家，是为了那条命，所以我去了。妈妈一定会补偿你。公司的股份以后会安排，我不会让你白受罪。姐姐，谢谢你。我忽然觉得好笑。这几个月，我学会最熟练的一件事就是忍。想哭就哭，车里没有陆家的人，不会有人夸你懂事。你养父是不是叫沈剑川？你认识我爸？15年前，我爷爷有一枚旧金锁断了，是沈师傅修好的，修完没收钱，只说以后如果他女儿想走这行，碰上了，能不能提点一句。后来我爷爷去世，我整理旧物时看见那枚金锁，知道了沈师傅已经不在了。我去找过你，可那时候你已经进陆家了。原来这世上真有人记得我爸，也真有人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替我留过一扇门。先住下，把身体养好，等你能站稳了，再决定要怎么跟陆家算。好。妈妈昨天也是太急了，你别跟家里置气。有事吗？你大哥找你，有份设计稿需要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朝生系列的尾稿是不是在你手里？朝生是陆氏准备冲年底重磅秀场的系列，前期市场调研、材质筛选、草图方向都是我在做。你开条件。我昨晚被赶出门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跟我谈条件？之婉，你别闹脾气，公司这边不可能因为你我从来都不是因为闹脾气才离开陆家，我只是终于不想再给你们当枪，也不想再给你们的填坑了。朝生没有尾稿，因为我从来没打算替陆欣婷把他的人生画完。不是我狠心，是我终于学会。你爸当年用的那套工具已经找不到了，这是我按老样子让人配的。谢谢。沈之婉，以后不用跟我说这2个字，你应得的东西，不是别人施舍给你的。不是替别人救场，也不是给谁做嫁衣，是画我自己的东西。继续，这是最终系列名。陆家真正开始慌，是在我离开的第21天。以前每一次采访前，都是我把概念、工艺、材质、故事拆开揉碎，写成他能背下来的版本。他拿到一张空洞漂亮的成品图，却连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设计都说不出来。这是妈的东西，怎么在你这儿？奶奶送来的。之婉，妈妈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可你也不能在这种时候赌气啊。公司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，那是你爸爸一辈子的心血。陆太太，我在陆家的时候，你们每个人都说公司很重要，星瑶很重要，
陆家的面子很重要。现在你来告诉我，公司是你们一辈子的心血，你当然也是妈妈的女儿，可你第一次见我就让我先别当你的女儿。之婉，你一定要做到这么绝吗？绝？我给陆星瑶捐骨髓的时候，你们觉得对我不够绝，现在我只是把自己的东西收回来，你们就受不了了？代价我已经付够了，可我一点也不心软。我就知道，把你放在那帮糊涂东西眼皮子底下，早晚得出事儿。奶奶，委屈了吧？打开看看，这是陆家最早的手艺招牌，你太爷爷靠这个起家，后来陆氏做大了，老手艺慢慢没人碰。还有我名下那间老工坊，我也让律师过户给你了，以后你想做什么就去做。奶奶，这不行。怎么不行？我给我孙女的东西，轮得到别人说不行？还有一件事，我得告诉你，陆家不是最近才找到你，他们半年前就知道了。什么意思？星瑶病情恶化前，程州就偷偷做过调查，你和陆家是血缘关系，他们早就查实了。可那时候星瑶情绪不稳，公司也在准备新项目，他们怕公开真相影响太大了，就一直压着没认你。后来星瑶需要做配型，发现你完全匹配，他们才把你接回来。不是命运兜兜转转把我送回陆家，是他们需要一个合适的供体，所以才来找我。苏曼第一次见我时眼里的愧疚。陆承洲说，你回来之后先低调一点。陆锦绣看见配型单时，像是松了一口气。阿婉，奶奶不替他们说话，你想走就走得干净一些，以后谁也别想再拿血缘绑你。他们连来认我，都不是因为想我。没事，没事，他们不要，是他们眼瞎。阿婉，你别怕，以后奶奶站你这边。陆家既然把我当工具，那我就让他们知道，工具没了会有什么后果。陆家给我的那些委屈，我一笔都不打算再吞了。这不是和陆氏撞了吗？撞个屁！你看公益系，剑山这个明显更成熟。我很尊重同行，也希望有些人不要因为嫉妒就做伤害行业的事。自取其辱。看这个。现在公开？为什么不？你一直藏着，是因为你想要陆家的家，现在你不要了，还藏什么？沈之婉，欢迎回来。我前2天在我哥书房看到了旧邮件，半年前他就让人查过你，那时候配型结果还没出来，可是他们谁都没说。姐姐，对不起。你来找我，陆家知道吗？他们现在忙疯了，潮生发布会要黄了，供应商闹，媒体也盯着，奶奶把爸妈的心脏病都快犯了。妈这天天天哭，二哥去医院值班都能走神。星瑶姐她在家发了很大脾气，可我一点都不同情他们。这里面有雾生和潮生所有内部往来记录，还有公司邮箱里你发给大哥的初稿时间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知道，意味着陆家会更乱。设计师沈之婉。等等，所以剑山这个系列是他做的？姐姐，你一定要这样吗？你已经离开陆家了，为什么还要拿陆氏还没发布的设计去参展？按你这个版本规定，星瑶那边我注明只抽。陆小姐，你说我拿了陆氏还没发布的设计，可这些设计从最一开始就是我的。你要不要再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你所有爆款系列的原稿都出自我的电脑？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姐姐为什么要这样逼我。你不知道，那我再让你想一想。这份稿子不能署你的名字。是这样。半年前的调查委托邮件和配型前1周的加急会诊申请，时间卡得分毫不差。全场在那一刻彻底失了声。我握着话筒，第一次觉得这口压了很久的气终于顺了出来。陆家半年前就知道我是亲生女儿，却一直没有认我，直到确认我和陆星瑶配型合工，才把我接回来。接我回家的第1天，他们告诉我星瑶情绪不稳定，让我暂时不要公开身份。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，不是为了抢谁的东西，是来拿回我自己的名字。陆总，真的是这样吗？陆家接回真千金，只是为了做配型吗？都给我让开！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奶奶，别叫我奶奶，我丢不起这个人。
沈之婉是我陆家亲孙女，这一点谁也改不了。但从今天起，她愿不愿意认陆家是她的事。另外，我名下老字号工坊和名单商标已经全部转到她名下，陆氏以后没有资格再碰老公义线。妈，这种场合您别跟着添乱。添乱？我今天不来，你们还要把我孙女欺负到什么时候？是。之婉，妈妈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？那你第一次见我时为什么不让我叫你妈妈？你不知道？那我捐骨髓那天，你为什么只问陆星瑶怕不怕，从头到尾没问过我一句疼不疼？那我被赶出门那晚，你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站在雨里，一句话都没拦？很多事做的时候不过是一念之间，可裂痕一旦落下，就不是一句我不知道能补回来的。那场展会结束后，陆家直接上了热搜，而我第一次真正把他们甩在了身后。天才设计师原来是戴比卡，真千金捐完骨髓还被赶出门，这一家人也太恶心了吧！我以前还骂过沈之婉蹭热度，现在想想想抽自己。不是，最恐怖的是他们半年前就知道真相，一直拖到配型成功才认回去，这哪是认女儿，这他妈是找公体！你不觉得很解气吗？解气，但不值得你拿情绪去喂他们。你现在要做的，不是盯着陆家怎么烂，是把你自己的路走得比他们都亮。你是不是很会哄人？不会，只是舍不得你把眼泪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陆家来求我，是在热搜爆出来1周后，我刚从工坊回来，手上还还沾着一点金粉，就看见苏曼、陆远山、陆承洲、陆锦绣或迟说他不赶门外，只差陆星瑶没来。从前我想见他们，得看他们有没有空，现在他们想见我，得站在门外等。不想见就不见。见，有些话确实该说清楚。说吧。之婉，网上的事闹得太大了。所以呢，来找我是因为想我，还是因为怕公司撑不住？之婉，妈妈真的知道错了，你跟我们回家吧，好不好？那个房间我们已经重新收拾了，星瑶也……停！你是不是到现在都觉得我跟你们闹是为了回了陆家住个大点的房间？之婉，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对不起你，但星瑶现在状态很差，外面全在骂她，她吃不下睡不着，你能不能什么？能不能再懂事一点，再让一让，是吗？你见过那么多病人，知道什么叫创伤后应激，知道什么叫身体排异，知道什么叫术后虚弱。那我捐完骨髓，术后站在雨里的那天，你为什么一句话都没替我说？你最会谈利益，那我问你，我替陆氏做的那几套设计，按市场价值算，值多少？之婉，之前你别跟我说之前，你以前不是最喜欢跟我说公司不可能因为我一个人出问题吗？现在出问题了，怎么又想起我了？苏女士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女儿，可你第一次见我让我别公开身份，第二次让我替别人改稿，第三次让我捐骨髓，第四次让我滚出门。现在你来跟我说回家，你们不是想让我回家，你们是终于发现没有我，你们撑不住了。第一，停止一切针对我和剑山的诽谤；第二，公开道歉，说明雾生、潮生系列设计署名问题；第三，陆氏不得再使用我参与创作的任何稿菌、概念和衍生元素；第四，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再来打扰我。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？从前他们逼我退、逼我让、逼我忍的时候，从来没问过我会不会难过。现在我不过是按规矩把账算清，他们就开始受不了了。陆承洲，我最懂事的时候你们没珍惜，现在我不懂事了，你们就受着。以后别来了，我怕脏了我养父母留给我的门。难受？有一点，不是因为舍不得他们，是因为我以前真的很想有个妈。阿婉，不是你不够好才没被他们接住，是他们不配。因为我终于知道，真正心疼你的人不会夸你懂事。发布会前一晚，我在工坊里忙到很晚，最后一枚主界枪好时，手指被金针扎了一下。谢艳丽，你为什么总对我这么好？想听真话？第一次在明华酒店后台看见你的时候，你站在一堆乱成一团的稿子里，头发都没顾上扎，眼睛却亮得惊人。那天陆星瑶拿着你的稿出去，被所有人夸的时候，你没哭也没闹，只是低头把桌上散掉的珠子一颗颗捡起来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么能忍的人，不该一直被人欺负。后来我去查你，知道你是沈剑川的女儿，也知道你进了陆家。我本来以为
你总会有一天自己看清，所以我一直等，等你不要他们，等你敢回头看自己。阿婉，我不是可怜你，我是心疼你，也喜欢你。你怎么连告白都这么注重情节？因为我怕让你紧张。那你现在吓到了。我本来以为我短时间内不会再相信任何人了，可你每次一站在我旁边，我就觉得原来人真的是会被好好对待的。所以谢艳丽，我也喜欢你。原来真正好的感情，不是让你一遍遍懂事，而是让你终于敢不懂事，敢撒娇，敢伸手，敢相信自己值得。阿婉姐，外面来了很多媒体，谢总让问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怎么会不好？我已经等这一天很久了。发布会进行到一半时，外面突然一阵骚动，我抬眼看去，竟然是陆星瑶。她一个人来的，没有苏曼，没有陆成渊，也没有任何人护着她。姐姐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我也知道这些都是我活该，可我真的没有办法。我从小就在陆家长大，我太怕失去一切了。我看到你回来，看到奶奶喜欢你，看到哥哥们开始注意你，我就怕得睡不着觉，所以我才会一遍遍追你，一遍遍把你的东西抢过来。我知道我很坏，可我真的太怕了。陆星瑶，你怕失去，所以就让我失去是吗？就让我不能叫他们爸妈。你怕失去身份，就让我住杂物间当助理，当影子。你怕失去事业，就抢我的设计，抢我的名字。你怕死，所以要我捐骨髓。这些我都做了，可你为什么还是不肯放过我？因为你不是怕失去，你只是习惯了所有好的东西都必须是你的。可这世上哪有这种道理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怕了，因为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你再也抢不到了。发布会结束后，回声直接冲上热搜第一。沈小姐，你一路走到今天，最想感谢谁？而比热搜更让我觉得痛快的是，现场所有媒体在采访时都只问我一个问题。我站在台上，灯光打下来，视线里全是人。感谢很多人，感谢我养父母，教我手艺，也教我做人。感谢奶奶，在我最狼狈的时候承认我是谁。感谢我的团队和一个总在关键时刻站在我身后的人。是。会场瞬间一片混乱，谢艳丽却只是看着我，眼底一点点浮出笑意。我忽然觉得这种被人坚定选中感觉真好，不是权衡，不是比较，也不是退而求其次，是他站在那里，明明白白告诉所有人，就是你，问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。是我终于不肯再做那个最懂事的人，因为后来我才明白，真正爱你的人，从来舍不得让你一直懂事。靠近一点，再靠近一点。谢太太，笑这么顺口，练过很多次。我被他逗笑了，正笑着，忽然看见街对面停着几个人，陆远山、苏曼、陆成鹏、陆景修，连陆诗安都在。他们没有过来，只是远远站着，像迟到了很久的旁观者。陆诗安红着眼冲我挥了挥手，我顿了顿，也朝他轻轻点了下头。至于其他人，我没有任何表示。看镜头，先别紧张，眼神看我。看镜头，再靠近一点。谢太太，叫这么顺口。